我是大魔王 Singer， 今年剛好50歲，加油！為了一個圓夢，或者是說為了想挑戰自己。哇！當然，50這個歲數的年紀確實是有點挑戰，可是這些事情現在不做，越晚越難達成。所以等於是給了自己一個50歲的禮物吧。高年級車手也是車手啊。应該說我們因為喜歡摩托車，所以做了這個產業。那當然自己騎過很多車，也試過很多車。他對自己的騎乘其實也有一定的自信。我是大魔王 Singer。好，你再后退一步，再往後站一点。我是曹博正，我是三陽行銷企劃部的專員。那現在主要是負責 Jet 這台車還有賽車的這個專案。當初聽到年過半百的 Singer 要下賽道比賽，怎麼看這件事情？當然第一個反應是有點難度，甚至覺得不太可能。對，就我们的目標是要讓你參賽，所以就要以賽車選手的標準來做整個培訓。那今天是第一次培訓嘛，所以我們等一下第一個訓練我們會以正賽大概15圈來做標準，來評估你體能能不能完成15圈的賽事。交叉稍微轉動一下你的肩膀，做伸展的時候並調節一下你的呼吸。背內岔。第二個就是你對於車輛的操控重心旗幟有沒有抓到它的重點，根據這些來去擬定。接下來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要怎麼樣去安排你訓練的強度跟內容。知道什麼是所謂的 old school 的騎乘方法嗎？有老板嗎？對啊，有啊，他自己會說他是比較老派騎乘。30年前的主流騎法適合大叔。那你會調整這一塊嗎？再看看他現在的狀態，就是進彎太慢，換位的動作是分段式的，然後他有一個壞習慣，他轉彎的時候眼睛都不會先看彎道了，他的身體都出去了，眼睛還沒看彎道。你看他這個彎。他轉頭是看後面的人，你的眼睛不看彎道，你所有動作都會慢，所以這是不好的，千萬不要學。會不好改吧？其實不會，他必須要認知到眼睛一定要先看彎道，做了以後了解說，發現真的這樣子做會比較好，他就會就修正。那你會預期他可以拿到什麼名次？你當其他年輕人吃素了是吧？PSR 不好混的啊。後碟有一點點發紅，你的後剎車感覺按的時間太長，你看前頭的狀況就比較好。到比賽時間很有限，所以不會做太大幅度的騎士的跟動。倒數前1圈的時候跑出最佳紀錄，為什麼？因為他被人家追了以後，他不想讓人家。我看一開始跑2圈差不多趕快降下來，因為他輪胎開始在滑了。老實說，以第一次的測驗來說算合格，然後體能可以連續騎快30圈，代表你現在要跑完一場比賽，基本體能是有的。其實應該說，其實這幾年我都一直在固定運動，包含比如說騎腳踏車、跑步。那最近開始加入一些重量訓練，讓自己的體能更可以適合賽車的活動。現在就變成我的固定的運動。那我先帶你3圈，注意我的眼睛跟肩膀在做什麼，然後盡量跟着我做一樣的動作。好。之前去國外試車，那種國外大賽道那種重機的時候呢，會覺得有點挫折，因為遇到國外的媒體都非常會騎車，甚至聽說他們之前是賽車手，然後退役下來之後變成專業的編輯。我就想說，到底有沒有一個機會可以讓我更精進自己的騎乘，或者是說我想要體驗一下，當一個賽車手他的騎乘方式跟我們一般人到底有多麼不一樣。因為今天還不是正式的賽道練習，今天比較像是
檢驗你現在的狀況，然後去擬定計劃了。現在是125嘛，他們叫170 ST。根據毛毛的說法，弄完大概就是 B 組車的水準，只是車重會重一點，大概在20匹這樣子。对，這台車絕對沒有，這個車可能12匹左右，還差很多。對，我自己是比較訝異，怎麼到現在懸吊都還沒好。我在猜，怕是說車來，然後弄碰，然後就摔爛了，然後又要再重弄，技術太菜，所以用這個就先練練就可以了。我们应该把目標設定在夏日慶典的時候，有沒有機會上班就開。然後車子，我是覺得現在把車弄一弄，不然這樣練沒有用嘞，真的就先上去陪跑。很難看。我的觀念是這樣子啊，今天既然要比賽，還是需要有點難度。第一反應的話是這樣子。可是我在想了一下，其實我們現在對車子改造的熟悉度，還有場地的熟悉度，然後還有訓練這麼多選手的經驗，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可能在170 ST，就是第一組選手的這個組別，其實我還是覺得有機會是可以一戰的。對，因為Singer他本來就是媒體，其實從以前大學的時候就有在看。对啊，我就覺得就是說，Singer他可以自己身體力行下來騎這個賽車，這樣體驗我覺得蠻棒的。對。他要把資源投在這一位高年級新手身上的話，公司內部人有一些反對的事。我覺得反對沒有啊，當然一開始聽到的時候有遲疑了一下。對啊。我知道啊，重點是讓選手有信心。就是問我是認真的嘛 ？Really？ 對，可是我是跟他們說這件事情，當然很有可能是怎麼講，不會有很好的成果，有可能。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有投入進去，然後也成功了，我們反而覺得那個是會為很多人帶來一個希望跟夢想。其實稍微有點危險，稍微有點危險，因為大部分習慣之後，應該是會。好，那這是因為就連他50幾歲了，都還來得及圓夢嘛，對不對？3個開閉盤可以選。不要到你差點。我叫翁克熙，今年就負責就是有關設定、操控啊、懸吊啊這一類的項目。等一下要請Singer大哥坐上來。他這個手有辦法燒這麼的凹啊，很屌哎！坐墊都是削的，所以這看起来像用灰阶烤的，這不能改還是可以改？可以改啊，可以改。因为我有一些，比如说JoJo One 什么，他們有出類似的。對，其他台賽車是直接裝JoJo One 的椅墊沒有錯。不過你的還沒到，你先裝這個 ，OK， 原廠加工型，沒問題。那你改翹的時候，你的這些，也就是說言下之意，你的節流把這些也是跟你翹的。那為什麼要留？為什麼不把？因為第一組不能切掉。哦，不，不能切哦。你不能切掉跟挖破它。對。但你可以讓它變形。賽規的其中一個小，這是漏洞嗎？應該是漏洞吧。好 ，OK， 起來。起來哈。對，我們先調一個大概，對，而且還有那個手柄，我們現在沒有裝備，到時候再來看看。好，我看了有幾個選手，應該是會是Singer哥你的對手，所有都是前面的對手啊。回來之後，他會再幫你試一次。好。对手是說，就他也是新手，就是在55秒左右的那種嘛。那個55秒你也不要想太多，因為那個耐久賽車那板不好。那你看有一台是我們會幫你做調整，符合你的習慣的車子，那個秒數會推得很快。希望我覺得51秒不是什麼太大問題，對不對？老伯這也下場了。老闆，傳動不用調，這車超好騎的，害我都想要比這一組。他的同意是把你認識的。
家人確實是比較擔心啦，因為就是尤其是我的另一半，他擔心受傷，擔心很多事情。或者是說我自己會擔心說，如果有比較嚴重的狀況的時候，我的公司是不是能夠繼續順利的運轉？你是老闆嗎？這是我擔心的事情。應該說，有幾次摔車，比如說我在極限練車的時候，那個大右彎高速出去，哇！好，然後那一下就當然就是有被保護到。那我的教練也會問我說：“哎，你剛剛的狀況是什麼？比如說是前輪滑掉，還是後輪滑掉，還是什麼什麼？或者是說像在最近安定練車的時候，那個誤操作摔車，那當然。”就會去思考說，到底我剛剛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對的。看到新的摔車的时候，你有什麼想法？不会啊，車子我们很有自信，这是第一個。但是摔車可以說是一定會的，真的是一定會的。像我自己也算是摔車頻率算高的選擇，對，所以沒什麼資格說別人。對。我必須得老實講，大部分是人的問題，大部分，對。是否被自责車子没有做好？那我第一個反應，我會認為說人先不要受傷為主。因為我覺得車子的話，不是因為什麼輪芯沒有鎖緊啊，什麼東西沒有弄好啊，剎車皮掉下來啊，如果不是這種技師操作的原因的話，我不會覺得到自責啦。我只希望就是人安全最重要，因為車壞了都可以修。当然，安定那次摔車，大家說沒有想過會這樣摔，確實自己有點笨。就跟坐救護車一樣，沒有？哇，不要哦！那目標當然了，雖然我知道其實機會不大哦，因為現在年輕車手的不管是技術啊、膽識各方面都比較好。那以一個老骨頭，然後來做這件事情，當然我希望也能夠上頒獎台，這是我的目標。小克，我有跟新哥說，就是叫我教練先不要動我們的設定，但是他剛剛已經有先動，我先跟你講，因為我怕你會在意這件事情。
他人自行去調整你們設定好的車，你有什麼想法？我當下是有點小小的錯愕，对，因为我覺得應該說我們在賽車場大家都會有一個默契，是不會去隨意去動人家或是建議人家的車輛的設定，不可能是這樣子。我懂。對。他剛來的時候，他反映說他昨天摔車是因為補油以後前輪翹起來摔。對。然後我評估了一下狀況，操作我覺得是操作失當。我下去跑以後，感覺也不是這台車的扭力真的大到沒辦法控制，所以前輪會浮起來。比較可能問題是出在後避震，所以我剛剛幫他調整了後避震。那不然我就這樣子。那我這一趟下去以後，覺得後避震的問題大概已經確定。剛剛他那個一補油，車頭就浮起來。OK， 大概就是後避震的支撐性不足，造成前面的水平太高了。那歐克西下去騎沒有問題，那我因為歐克西體重比較輕。我認同不同的車手、不同習慣的不同設定方式。那我也是看他設定過的選手。那我覺得沒有關係，因為這個其實就是為什麼車手會有車隊，原因就是因為他是這個體系的。那通常我們就是會。彼此會是互相尊重、尊敬的，所以除非對方有來問我們，或是有提出要求，我們才會去特別幫忙別人協助這樣的設定，這樣子。先調整好，我就先讓Singer哥先試。如果他反應真的有比較好，那我覺得是好，至少找到一個好的方向。對啊。那如果我覺得如果沒有比較好，我希望要調回本來的設定。因為做後避震嗎？前後都一樣。如果前面沒有這種像是西班牙那種流派，技師設定好就是不能動，選手你就不是這種做法，不是這樣，是看調整的那個人是什麼樣的等級。我的話我比較日系啦，我們就是調到選手覺得好騎，然後數據能夠反映出來的情況，那我們也會去了解選手的情況。然後去針對他的需求去設定，因為畢竟每個選手的習慣不一樣。不是這樣啊，就是說，因為昨天我調整的時候，我有坐上去看那個預載的狀況。對，那我就先騎啊。好了，如果是歐克西的話，那我就懂，在調避震器上面，歐克西應該還不大能夠質疑我的判斷。沒關係，我沒有要誰質疑誰啦，因為這就是討論。反正現在已經調完了，我們先讓Singer哥先試一次。我覺得明天Singer哥他騎了。你明天來看狀況，對，明天會專心帶Singer哥。那反正我後避震已經調好了，但它的可調機制我覺得是沒關係，就講啊，它的可調機制有跟沒有一樣，但是所以當然還是要看對象是誰啊。因為我今天是大名鼎鼎的技師來幫我們做調整，當然我們還是感謝的這樣。對，還是你希望有不同的回答？好久不見。針對避震的問題，有些東西要討論。他想甩鍋，他昨天摔車的事情。但我是覺得要調整，其實都還好，但是就是說可能可以稍微先溝通一下，對啊。剛才來試車的時候，然後發現有問題，他昨天有沒有跟你反映？倒是沒有，我覺得我昨天還沒有。哦，你沒有跟他反映，可是沒有，前天還在試嘛，然後後面那個因為4號彎那邊。出彎操作時有點失誤就起來。站在我的角度，選手你要回報給技師，讓他知道你遇到什麼狀況。包含摔車，應該是這樣講，因為我昨天中午有事情，所以我先離開，然後差不多3點多。沒關係，這不是你的錯，我知道你很忙。因為昨天我以為我只操作失當。剛剛上去練的時候，第4、第5圈開始發現問題。他在補油的時候，確實前輪會翹起來。那我剛剛判斷是因為後懸吊的彈簧的支撐性不足，跟下壓太快。也大概跟他講一下，其實這應該是昨天早上他來就應該要測試要做的事情，所以就幫他調整一下。我想說，我先試試看你推秒數，因為不行啊，你這個東西沒做好，推什麼秒數？你這推到牆上了。因為昨天我們先下來看的時候，預載我在公司就有先調，是，然後他騎完下來，其實那個饅頭也沒有盛很多。你可能忽略掉一點，就是他的騎乘方式比較 old school， 他用下半身比較多，所以他會做的比較靠後側，所以他對後避震的壓迫更多。所以我是模仿他的騎乘方式去測試這個東西，然後去找出問題。對，因為我當時有跟Singer講說，我們這種車 Jet 差不多這種配置就是330到350這個區間，它可以調準啊，深側可以。我有調過，但是已經調到最強了嗎？就是那個 NJP 它那個前叉，因為它深側在上面，它會有一個
4號的那個6角，深車在上面。对啊，你轉下面那壓側，所以深車在上面。那我的錯，我應該先問你一下，深車在上面，自作聰明的，那也還好啊，就討論嘛。明天我們來試試看，跟你回報一下我們剛遇到的都可以，因為我不知道Singer他喜歡的形式是什麼，我還是先用我们比較大众的方法先。对啊，比如像波登他騎的設定也是我給他的啊，然後像永順的 A 組車，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啊。對，感謝教官給我方向。很久沒看到他了，我看到好幾年。所以你當下的心情是什麼？其實我當下我也沒有發現啊，我那時候都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沒有特別發現。聽到之後我也沒有很生氣，我就說哦沒關係啊，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想法，就溝通嘛。你是覺得是太假是不是？沒有，我想演出來，沒事。也不會到很生氣啦，就是沒有什麼好生氣的。對啊。S-Y 已經累積了數年的賽場經驗，那你們如何把這些經驗灌輸給這位高年級新手？那是否有一套屬於三陽車隊的 SOP 教學？我覺得比起說是 SOP 的教學，我們更偏向的是針對這個選手他的體能狀況跟他的騎乘風格來去決定要怎麼教他。以前我的騎乘方式比較像鞍架，就是說我們在入彎前會充分的減速，然後進彎、出彎，大概是這種騎法。可是賽車完全不是這個樣子，就發現說，比如說從那個彎進來的，然後到這邊的速度其實沒有跟小賀差太多，但是這邊之後光這邊就差了0.8秒。姿勢一放出來，你可以更早開，但是我覺得要馬上解決Singer哥的姿勢這件問題，我覺得是有點不實際的，我們就不要去追求跟小柯是一樣的開油點。OK， 減速完之後馬上就開油出彎，所以整個節奏變得非常的緊，跟一般騎車完全不同，甚至你姿勢各方面都跟我們一般在道路上騎車是完全天壤之別，有點像打開一個新的世界一樣。因為這邊的重剎車其實對車手的負擔是很大的，因為速度快，然後又重剎車，然後他沒有剩下的體力去應對接下來要很用力翻的3號彎跟重剎車的4號彎。4號彎我剛剛看你在稍微有點偏太中外，然後比較晚進彎，所以你還是沒辦法接到彎曲點。OK， 那我們再稍微早一點減速啊，早一點進彎，厲害的。後面這即將到來的開幕戰，還可以怎麼幫助他往成績再更靠近一點？練習，努力的練習。成績的話，我覺得第一站來說，因為其實要在這個短時間內要這樣成長，其實是真的有難度的。在台灣目前的賽事來講，因為台灣都是那種小賽道，你要熟悉場地就已經要花很多時間了，所以我們更傾向於是知道這個選手他的個性之後，趕快幫他做調整跟訓練。像Singer哥，他其實現在比較缺的其實就是場地的熟悉度而已。場隊的人跟教練給你的建議是有幫助的。其實兩邊都很有幫助。教練的部分，他其實比較注重在我本身的知識的調整跟觀念的建立。那場隊的部分呢，就是希望我多練習，然後把車子的反應跟操作先搞清楚。我覺得只要能在路緣時上開油門就是一個好的第一步。對，但是這個就覺得不知道會不會滑，就會有點怕。這真的很難。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要先減少摔車的風險，所以我覺得慢慢來。因為為什麼不敢開油門？一直覺得車不穩嘛，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我們騎摩托車的本能，所以一定是有些原因讓我們不敢開油。那我們不是叫你不贏就不行了，還叫你硬開，我懂，那沒有意義啊。對，我覺得第一個是經驗上有很大的差異。我指的經驗是 Singer 他的賽道的時速，絕對是比如說職業車手，相較於其他的業餘車手來講，也是比較少的。那我就大概就是不要失速，然後滑進來，然後這邊才開始開。其實有個這個失速啊，是安定賽場超級容易發生的失誤。為什麼？因為它這邊是一個很高速接低速的彎，所以速度感是大幅度的減低的。因為我為了要快速轉過來，
我必須要開油門啊。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安定這個地方，我如果太早開，我是會拋到這邊來的。你只要稍微誤判你的車速跟你回旋的效率，油門一開大力了，大家就往這邊飛。我昨天也有稍微往這邊飛了一下，所以我們要用更淺顯易懂。像一開始的時候，我是跟他用跑山的邏輯在溝通。同一個地方開油門，可是它出去的角度不同，會影響到那個車子的加速。車子它比較好的加速區段是在車身保持直立的時候。所以兩邊的方向虽然不太一樣，但是其實都是有幫助。因為對我來說，我就是一個纯的賽車新手菜鳥。加熱你的剎車沒有用，說很簡單啦，連我都做不太到。相對於我們的隊友來說，都是有比賽經驗，甚至都有上過頒獎台的人。应該可以再騎一下看看。好啊，那你再騎，我再跟在後面看看。那我呢，其實是完全一張白紙，所以对我來說，現在都是很好吸收的時候。這個彎的頂點是一個哥覺在哪裡？彎頂點在哪裡？可是很多選手，年輕選手很多是靠本能在騎，可是他其實沒辦法去理解他是怎麼變快的，那其實是無用練習。可是跟辛格在溝通的時候，這個我覺得是讓我很印象深刻的。那這個很明顯哦，我就去外面了。對啊，對啊。所以這麼早就進來了？對啊，對啊。這麼早？對，就是這麼早。當然我知道不可能做到他們那個程度，因為平常在看 MotoGP 比賽，年紀越來越大的車手就會選擇，比如說退休或是淡出賽道，其實是這樣嘛。不管在反應啊，在速度、在體能上面都不能跟年輕對手去比拼。但我想知道說，以我的年紀，以我這樣的能力跟背景，我到底能做到什麼程度？這是我想要去努力的事情。我在看这个歌骑的時候，有一個你一定要改正的事，你一定要能夠早開油門，因為你都沒有拋滿最後一彎，就是到往觀眾席的方向，你都沒有。慢慢試，你就是覺得可以再多開，可以再多開，再早開，再早開，再早開一點。你只要沒有拋滿，就代表你還有更多的開油門的空間。因為這個跟你的上半身已經沒有放得很出去了，車子的回旋效率本來就比較差。對，但這個時候你就更要小心車頭的指向到底對不對，對了才能開油門。OK， 我們等一下就試試看。它的騎乘的邏輯跟基本技巧，那不是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會花更多時間是在帶他走賽道，跟上次我們用空拍的方式去看賽道的路線圖，我覺得那才是讓他的成績更快去突破的一個方式。對。好，幹搞事啊！他們已經夠忙的了，不要搞這種。不要你自己弄，哪裡壞掉？這地板就濕的，你這新胎嗎？你我開胎，我拉很多圈了，真的。好，山在濕地本來就很滑。對，沒關係，皮一拖一拖，先把它弄好。如果要開，下午再說吧。要非常慢，這個車不能換982，不見得會比較好。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放很慢，不要你現在如果摔了會很麻煩。我跟你講比較實在話，是千萬不要摔。好，不要看到有人過去你就想要追他，就給他過，因為他會摔啦。出彎不要跑太大力，車地正在推。好，對啊。OK， 沒問題了。要下午才比較安全，早上開始他快摔了。有啊，是啊，他不能覺得好像抓得住了，然後就開始放大他的動作。這個人好過分。你是不是想看老闆被電？哦。那後你要怎麼看得出來他快摔了？他在那邊後輪就已經在要滑了。
骑我。下午再去一節，把左右这两边前輪還沒用到。好，有磨到就好，後輪可以了。5556你剛有滑嗎？沒有。我因為剛剛有稍微再改變一下姿勢，我覺得有更好。不錯。椅墊差蠻多的，它會就是比較固定在後面，所以你覺得更好？我覺得對我來說更好。對 OK， 我看你姿勢做的是越來越自在。就休息一下，下午再下。好。本來上去的之前膝蓋很痛，上去之後就忘記膝蓋這件事了。号碼不對，人家不能下場。也非常的簡單，我們把我們自己的賽事做好。那原則上，我們是希望能夠再有更多的結合，把台灣的選手更有效率的再往國際的去發展。好，接下来是170 ST， 也是今年賽季的全新的组別。老板要被罵，老板被骂了。他们现在準備太慢。那今天這個場上，我們看人數就10名啊，但其實很有趣，我一定要為大家特別介紹排位第899號的何博義選手，他是我們台灣知名的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的站長Singer先生。你老板呢？還沒嗎？你老板進去了還沒？山羊今年有成立廠隊，他說他可不可以用一個高年級實習生的態度來參加？他以前是沒有賽車經歷的，但是他為了這個還是認真的練車，然後今年也來認真的比賽。成績上大家可能會覺得，跟前面有落差，可是我覺得以一個新手願意拼、願意努力，很棒了。加油！不是故意的嗎？他现在好像在散步要被套圈哦。好，老板大直線彎底了。他超車，我有拍到。不是墊底了，守住。老板要追過去了，老板與光陽的戰爭。騎出去！快點！有，能不摔車了？我盡量。靠你呀！我盡量，還好有氣囊。你那個很大力，對不對？就因為我在你正旁邊。然後你就這樣嘣一聲嗎？就撞到我的牆壁。那牆壁有抖一下？有啊。我好想要追過他，我好想追啊！你有沒有受傷？完全是能的，完全是能。我覺得我的換線很夠。反正就是我回去再，因為超車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第一站架很厲害。我好想要超過他，我們下次再往前。我努力了。就是有在幾個彎我稍微猶豫了一下，所以沒有成功的把他超過去。不然我覺得以速度來看，我應該是可以贏他的。我真的很認真。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故意要流量了，是不是？對。請問是不是有什麼長官指示呢？車子的表現非常好。對，他那個騎的人到最後人位移不夠，想吃請角，然後吃過頭就滑出去了。再給我3圈。這是技術的問題。技術的問題嗎？是我有一點點搞不清楚，說到底什麼樣的狀況下我可以超車，什麼樣的狀況下不能超車。老闆要到追，不是，老闆要追過去了，老闆要追過去了。老闆說他不會超車，很正常，我也不會。沒有，我覺得當然就膽量來講，當然是越年輕的人越，老實講，更小的就是越好。
那個幾號彎？4號、5號、6號彎，其實我應該不要這樣直接過就好了。对啊，是你太客氣了，对，太客气了。因為畢竟這是他第一次比賽，那他要再去多去磨練，說在場上跟人家纏鬥，就是交換線啊那些超車的動作啊，对啊。所以尤其在比如說第4彎、第5彎的時候有交換線的時候，我本來是要過，然後進第6彎的時候，那時候我猶豫了一下，看行不行。可是有時候，尤其是安定這種地方，你也很難單純靠車速，一個彎就把人家超掉。他必須要超車前的2、3個彎，你就在做線，跟累積速度，甚至是你要預測對手會想要防哪裡。安定的超車難度，我覺得可以說是非常高，比 K1 難。学车吗？没有，我等一下。没有，没事。没受伤。差一点就過了。可惡啊！好了嗎？開心嗎？不是我們把車做快就可以超車。對，因為其實可以看到今天Singer還有好幾個直線，它其實最後一彎出來，它其實是对，而且直線再長一點，它其實是能超車，表示它其實有把路線做出来，累積它的速度。可是这個事情可能要從倒數第2彎就開始做，它才會比較輕鬆的超車。沒事吧？沒事。怎麼最後一圈最後一個彎？摔倒還好吧 ？OK。哎呀，演一下，別受傷，別受傷。沒有，我那個大麥克的氣囊 OK。好，人沒事就好，加油。謝謝。那一開始起步的時候，確實是我從來沒有練過起步，所以那個孤輪的時候我稍微愣了一下，所以我起跑的時候應該是最後1名。老闆說他不會起跑，會孤輪。那之後練習的話，可以怎麼幫他改善？我教他怎麼彈起跑，因為確實我認為這一次訓練，我是希望就是我們先把車騎好了。起跑部分確實我沒有去跟他講起跑這件事情，所以我下次再去跟他講一下。起跑都有點嚇到。對，我去跟他講一下起跑要怎麼起跑不會孤輪啊，因為那個車動力也比較大啦，所以本來起跑就比較容易會狗累。對啊。我覺得我們賽前我也疏漏，沒有讓他勤練起跑這件事情。對，我覺得這個我也漏掉了。對。那你對他今天的表現覺得如何？其實我是蠻滿意的，因為第一個，我覺得他的秒數好像有比練習還要快，表示第一個他沒有因為比賽的時候失常。我想有些人很多哦，我遇到大概50%來練車的新手。他正賽他就嚇到沒辦法發揮他平常的實力，所以就冷靜跟膽量來講，Singer有這個是車手的第一個條件，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站的驗證這件事情很重要，技術可以練，但本性很難。最後一個他那個摔車哦，最後一圈嘛，這個沒有什麼不好。我的意思是說，他想贏啊，你可以看得出他那個是他想贏的企圖心，他一定怕摔，他絕對比其他選手來的更擔心摔車這件事。他還是選擇開下去，我是覺得我蠻欣賞他的。第一站嘛，我覺得試一試，至少我覺得今天我老實講，我對他是很敬佩，沒有丟，加油。那除了後面那個稍微比較不小心啊，但我覺得人沒事就好。有達到你的標準嗎？我認為不錯啊，真的不錯。那下一次來就可能就51，然後就50。你覺得下次可以拿第幾？下次啊，如果以今天這個成績來看，如果10個人第8應該是沒問題啦。現在回頭看第一天的自己，你想要對自己，就是給自己準備時間太少，就是應該要再更積極的練習，然後把基礎做好。因為下來之後就有人跟我講說我的重心太高，身體不夠下去。因為在那一刻你平常有沒有做好的事情，就會直接反映出來。因為你沒有時間想要怎麼做，在比賽中其實你會忘記很多你要注意的事情。那想對未來自己的，就因为我們很晚才開始，所以就真的要加倍的認真。才有辦法追上凡人跟賽車手之間的距離。其實何不易單圈跑到了52.25，也是不錯哦。Singer跑不錯，但是最後第10名收場，沒關係，下次再來，我相信只要努力練習，一樣都會進步。而且他其實才練沒多久，已經跟得到。我們不要設頭牌啦，中段集團努力一下有機會的。爽嗎？爽。還要騎嗎？要。練車嗎？練。我們一起進前6哦，要上班的。下次我就要刷4開頭了，49了。2個胖子一起飛。我是覺得我們玩這個賽車啊，表面上看起來會覺得很風光啊，很帥氣，但其實可能會不知道背後的其實經歷蠻多這種血淚史啊。真的沒有想象中的這
這麼好玩。那事實上我們不是在玩。我老婆問我說累不累，我说很像那個《玩具總动員》裡面那個巴斯光年摔到地上散開，有沒有？對。礼拜一的時候，我同事問我說：“我什麼時候要進公司？”我說：“我們主管也都會問我們禮拜一到底什麼時候要。”但我們都準時進公司，把工作完成了，因為我們也不希望他們誤會說我們因為賽車耽誤了原本的工作。我們也擔心因為這樣子，他們又更反對賽車。把它丢掉就好了。扣脸哦。SYM 6日來這邊練車，那這件事情是有算上班嗎？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意思是什麼？一個原則，但是有多種解釋，還在磨合當中。对，可是最上面都已經同意了。可是執行的是下面的人哦，還是要再講更真實一點。我跟新哥，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嘴巴上答應的時候，但實際上還是會。OK。